我们在制作 Roblox 游戏的时候，时常想要调整一个 3D 物件，它的位置、大小和方向，而这三个东西通通都是由 Vector 3这个资料形态所实现的。今天这部影片，克拉克就要带你好好了解 Vector 3，让你能够在未来制作 Roblox 游戏的时候，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克拉克。想要做 Roblox 游戏，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？在这个频道里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，不管是程式理论、游戏与功能实作，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。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。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。那么什么是 Vector 3呢？Vector 3就和我们之前讲 UDN2 的影片一样，是一个 Roblox 中的资料形态。Vector 3在 Roblox 中可以用来描述一个 3D 物件的位置、大小和方向。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那部讲 UDN2 的影片，就会知道我们在描述 GUI 的位置和大小的时候，是使用了 X 坐标和 Y 坐标。那么 Vector 3也是类似的概念，只是导入了一个新的 Z 坐标。如果你有玩过 Minecraft 的话，就会知道 XYZ 坐标的存在。没玩过也没关系。现在我们来到 Roblox Studio， 在游戏场景中新增一个 Path。我们平时在使用上方的 Move、Scale 和 Rotate 的时候，都会出现红色、蓝色和绿色不同形状的框框。而这三种颜色呢，分别代表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X 坐标、Y 坐标和 Z 坐标。或你可以到上方的 View 选项，点击 Show Grid 这个选项，游戏场景中就会一直显示这三个坐标。红色是 X 轴，绿色是 Y 轴，蓝色则是 Z 轴。这点我们可以在点击这个 Path 之后呢，看到 Properties 属性视窗。当我们使用滑鼠移动这个 Path 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 Position 属性会跟着我们所调整的坐标呢进行改变。在一个 Roblox 的游戏场景中 ，XYZ 坐标的原点呢是000。所以，当你在脚本中使用 instance 点 new 创建一个 path 的时候，它在预设情况下 position 属性呢都是被预设在000的。那么我们刚才有说过了 ，Vector 3在 Roblox 中可以用来描述一个 3D 物件的位置、大小和方向。所以，不管我们对这个 path 呢移动它的位置、缩放它的大小，或是在对它做旋转调整它的方向的时候呢，实际上都是调整了一个 Vector 3里面的 X、Y 和 Z 坐标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在上方的 Model 选项调整你平时在旋转或移动一个 3D 物件的时候，你想要每次转几度，或者是每次移动多少个 stairs。在游戏场景中的这一个大框框呢，里面的每一个小框框就代表着一个 stairs。那么 Vector 3实际上可以用来做什么呢？其实 Vector 3就和我们刚才讲的位置、大小、方向这三个东西息息相关。不管我们之后要做动画，或者是做一把枪的子弹投射，甚至是我们在 Roblox 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形态 C-Frame， 都一定会需要好好了解 Vector 3才有办法好好的做运用。那么我们在脚本中要怎么使用 Vector 3呢？现在我们在这个 Path 底下呢新增一个 Script。我们现在把这个 path 的变数给定义好。接下来，不管你是要修改它的 position、size 或者是 orientation， 我们可以使用 Vector 3点 new 来创建一个 Vector 3的资料形态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分别填入 X 坐标、Y 坐标和 Z 坐标的数字，来调整这个 path 在游戏场景中的位置或大小。那在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当我们想要调整它的方向 orientation， 也就是想要旋转它的时候，不能够只是填入一个数字，我们要使用 math 点 rad 这个函式 ，rad 是 radian 弧度的缩写，然后在左右括弧里面填入你要调整的度数，这样子呢才是修改方向的正确使用方式。我们可以看到 Vector 3它的 API 页面，我们的 Vector 3呢，它也是有属性还有函式可以使用的哦。如果我们直接 print 一个 Vector 3的资料形态出来的话，它是会显示3个数字的。那这3个数字呢，分别就代表着 X、Y、Z 坐标，
如果你在脚本中只需要其中一个坐标，那你也可以针对一个 Victor3 的资料形态底下的 XYZ 属性来把对应坐标的值给取出来。我们的 Victor3 呢也是可以做数字的加减乘除的。例如，我现在使用 instance 点 new 创建一个新的 part， 我将它给命名为 new part， 然后把它的 color 属性给调整到红色。接着，我们将它的 parent 属性呢给定义到 workspace 游戏场景中，然后我希望这个 new part 呢，它的位置可以被摆在旧的这个 part 的旁边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new part 的 position 属性等于旧的这个 part 的 position 属性加上 Victor3 点 new。那么 Victor3 点 new 里面呢，分别就是 XYZ 坐标嘛。那我希望呢，它可以被摆在 X 坐标10，其余是0的位置。现在我们这个新的 new part， 它的 position 属性就会被摆在我们旧的 part 的这个 position 属性，也就是一个 Victor3 的资料形态。那里面的值呢，就是我们上面定义的000原点的位置。那这边是000嘛，加上1000的时候。那答案呢很简单，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，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红色的 New Part 被放到了原先旧的这个 Part X 轴呢加10的位置咯。那么关于 Victor3 能讲的其实就那么多，剩下的加减乘除呢，就请各位自己去试试看吧。在这里，克拉克给各位一个小小的题目。请问你的程式要怎么写，才能让我们这个 new part 大小变成原先这个 part 的5倍呢？提示就在 Victor3 的 API 页面里面哦，在影片下方留言解答看看吧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里，这里是卡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